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哔哩哔哩声音速写节目。Hello， 这是 AK。第一个，如果用一部动漫的角色来形容你的性格，你觉得会是哪一个？想不到，我觉得这个好难啊！我实在没有一个特别像我的动漫角色，让那个观众们去说吧。要是有喜欢的话，倒是有很多，比如说喜欢陈太郎这样子的角色，比较憧憬，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跟他完全不像。哦，很酷，陈太，我也喜欢。最害怕的3件事物有什么？动物、事情都可以。哦，我怕虫子。我就怕那种，就是尤其是一些脚越多的，我越怕。蜈蚣那种，我就超级恐怖。觉得他们会不卫生这种？对，不只是不卫生嘛，就是主要是看着，肉麻会感觉到不舒服。然后怕跳楼机，绝对不可能做，绝对不可能做跳楼机。过山车的话，就是有那种这样的那个我都做不了。那么第3个问题，假如能穿越的话，你想回哪里，或者说到未来的哪里？穿越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改变的事情，因为我对现在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已经是最正确的人生了。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一切的。说唱新时代与创造营2021分别给你带来了什么？你怎么看待这2个节目？这2个节目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感觉。在新时代里面，就是我年纪比较小嘛，就是大哥们带着我玩那种感觉，然后也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就是学习就是说唱类的东西，也很温馨，对。然后在创造营的话呢，他学习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是去学习男团相关的东西，我是对男团产生了兴趣，在这个节目里面，然后也发现唱跳是如此有意思的事情。他的比赛感和新时代比赛感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新时代是你凭的是自己的个人，但是在创造营的话，凭的其实是粉丝老师们，是吧？他其实是不太一样。OK，idol 与 rapper 这2个身份，你认为自己是哪一个？我其实不太在乎这个，就是我就只管做我自己，因为就没有更是哪一个，没有更是哪一个吧，就是主要是看观众怎么看待我，那是他们的自由，我自己的话不去纠结，以前也纠结过，现在就是不纠结了。这一次回归中间的过渡有没有哪里有不适，或者说有不同的感受？这次回归其实最主要还是生活上的区别吧，因为以前我们是11个人住在很近的地方，对，其实就住得很近，大家每天一出来就会一起吃饭，然后一起聊天，对，然后所有的工作都是团体的，然后现在真的全部都是自己，这个是最难适应的地方。I'm Not Gonna Die 也对你来说应该是近期作品里面新风格的尝试与相对比较自我的内容。MV 的表达上面有很多就是意象比较隐喻的表达，从金发转变为黑发，对吧 ？MV 那个画面，对，有到被无数带子缠绕的提线木偶，你能展开介绍一下这部 MV 的歌曲和概念吗？首先这首歌，它的歌的概念是想要冲破某种束缚，不只是这个冲破，更多是一个去迎击一些困难。当时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22年的时候，就是不只是我自己，其实它是整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受到了考验，那是非常困难的1年。然后我当时写这首歌，就是不只是写给自己，也希望所有人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带来一种力量。对，它并不是说用一种悲伤或者说感叹我们生在这样一个年代，而是反而用一个愤怒，然后用一个攻击力的姿态去迎击所有的困难。我把这个所有的困难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我想象成一个具象的一个猛兽也好什么的，是我想去击败它，就是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一个感觉。然后 MV 的话，它其实就是把另外一面，就是冲破一个囚牢那种感觉给做出来了，就是比如说很多东西它变成我身上的负担，让我没有办法就是去面对真实的自己，然后到后面一脚把那个门给踹开，终于在雨夜里面找到了自己的自由那种感觉。那第2个火药味，编曲风格上并非那么有火药味，整体上反而有一种戏谑和轻松的姿态。这算不算你这几年的成长？对于这首歌，你还有什么想对听众说的吗？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成长，因为就是他的态度完全产生了变化，从以前那种非常冲动、非常激昂的那种愤怒，变成了一种更加游刃有余的状态。我其实是很喜欢这首歌这种氛围感的。然后对于这首歌有没有其他可以跟观众们说的？其实没有太多，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歌曲，然后听了以后就去感受这首歌的律动，就摇起来就行。你觉得说唱与其他音乐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说唱，我自己认为啊，就是比较重要一点是它的歌词量会是其他音乐就是很多倍，就是你歌词量大的话，就要把这个歌词量大这件事情给利用起来，它能传达出来的信息非常非常不同。就像很多歌音乐，它都可以通过歌词传达很多很多内容，但是唯独说唱，它是会用最直接的，就是比较口语的方式去传达，对，非常直白，非常直接，就是因为说唱是它的歌词量够足，够你就是塞满所有的口头语言。如今你所发布的所有歌里面，哪一首对你的意义最重要？这是个好问题。选一首。我觉得 Love Me Love Me 吧，这首歌 Love Me Love Me 对我来说是一个蜕变的歌曲，就是我在这首歌中找到了自己，就是写歌词，然后包括情绪，包括旋律，很多很多东西从这首歌开始。还有一个是这年头，这个东西当然是 To This 那个歌也是，这两首歌分别是两个方向上面的成长。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对，这个觉得你说很好。一个是攻击性的，一个是探寻内心的。对，探索内心。成名往往代表着会面对更多的争议，你面对很多争议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吗？其实不太有感受了，就是习惯了已经。就是如果我在镜头前，我肯定会跟你说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显得我格局很大，但其实我就是回去以后就会看到真没品味，其实但我都不会说出来，因为本身对我来说，虽然我有那方面的心态，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歌手看到别人对自己歌曲的负面评价，都会有点不爽什么的。但是你写歌写出来，就是我只是一个歌手，我只是唱的，那个听众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那全是他们的自由。他们说什么，我会吸收一部分，然后我会拿回来把他们的评价和我自己对这首歌的评价去做一个融合。听不听主要还是要看自己。对。会看自己，你不能够什么意见都听嘛，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自己作为一个歌手存在的意义了。对。但是你也不可以什么都不听，你什么都不听就会走偏，所以就正面的、负面我都会听一些，结合自己的思考去进步。在音乐这条路上，你最感恩的人是谁？我最感恩的是我自己，我觉得自己也经历了蛮多东西，然后能够以一个比较良好、比较健康的心态去坚持在这个音乐路上走下去的话，我觉得要感谢自己。假如你不当 rapper， 你会从事什么职业？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因为我最近刚好呢，最近就是我又在选课，我要马上要9月份要去读书了嘛，大学。然后我就看到自己原来那个学习，我原来是学的是数学与经济专业，然后呢，我当时在准备去转一个 data science 的专业，数据科学嘛，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从事就是和这些学科相关的，可能经济啊、数据分析相关的这些。对，你还记得你用说唱赚的第一桶金是多少钱吗？你最后是怎么把它花掉的？这个是有意思的事情。新时代之后就进创造营了嘛，在创之前的那段时间的钱就是打给我之后没有机会花，一直都。然后我从创造营出来以后，做第一件事情是我把其中的一部分钱我去找到朴染，我把我的钱给他了。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朴染在跟我就是做这首歌之前，我不是这首歌的甲方。我是类似于一个 feature 的存在，然后呢，但是我意外进创造营，然后又出道了，导致这首歌甲方跟我没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合作，那就没得合作了。那这首歌如果他发不出来的话，那朴染作为制作人他也拿不到一个收款，因为我们最开始觉得这首歌很快能做出来，然后所以他也没有收定金，那这个就尬在这里了。所以我出来第一件事情，我把这个钱付了。我觉得就是朴染作为制作人，他就是跟我们一起做这个伴奏，他付出。你不能让他白做，亏了对，然后我就把这个钱给了他，然后把那个伴奏买下来，然后这首歌未来我会把它发出来。很帅这首歌也是粉丝老师们非常关注的一首歌，就是也是几经波折的一首歌。接下来的发歌计划，或者说有什么别的规划吗？首先，因为我们在这个采访的此时此刻，就是扫完楼以后回去就会继续准备我第一张 EP 的内容。第一张 EP 的内容呢，最近就是想要就是再放一些优质的质量的内容进去，所以要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录音。混完音找到问题，然后又会再去补录一些包括和声啊之类的东西，再打磨让它变得更好。对，所以最近的发歌计划最重要还是把 EP 给做好。能透露一下 EP 大概会有多少？首先 EP 这个巴士站这首歌已经做完了，巴士站就是我在很多采访中都聊过，它是写关于我对人生的一些思考的。然后第二首匠人是我以前就是发过的歌，但是那个时候发的只能算是一个半成品，非常粗的一个 demo， 只是在家里录的而已。然后现在呢，我把它就很认真做出来，希望粉丝老师会喜欢。第三首歌呢，就是不一定能够做出来，就是如果能够及时把它做出来，我们就把它放进 EP 里面，没错。推荐你最近的歌单。我看一下手机。
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我总是喜欢上一首歌，我就会一直听，一直听。是说唱吗？对，Everybody Dies in Their Nightmares，XX Tentacion 的那首歌，现在还会在经常听。然后关于小熊还是经常听。Unholy 没取名的歌 ，TY 的歌我偶尔会听。Love Sick 是 New Jack Bass 的歌，会听蛋堡。然后会听一些 Johnny J 的歌，然后也会听我刚刚说的这些，就是听的比较杂。听 King Gnu 的歌，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乐队，就这些。好。